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阿尊。我们很多人都误会说努力不一定成功，但是成功就必须要努力。这一期呢，我想要跟大家聊一个听起来很简单，可是很少人可以做得到的坚持。其实，如果我们拆开来看，所谓的成功，就是我们要获得某种成果。成果其实就是源自于三个主要的要素，就好像你种一棵树，然后结果。所以这三个要素呢，第一就是你要有这个种子，然后你要有这个养分，然后第三是时间咯。那么这个种子呢，就是代表我们的能力。如果你没有这个能力，你没有这个种子，你再给它更多的养分和时间，它也不会开花结果的。如果你有这个种子，你有这个能力了，但是你没有给予它这个养分，没有这一份坚持，所以就算时间再久，你的这个种子还是一样不会发芽、不会长大、不会结果。所以这期我们要来聊的是，为什么坚持那么重要？然后为什么我们大多数人都做不到？然后第三，最重要就是我们要怎样去做到。所以，如果你有缘看到这一期视频，你不妨就听下去咯，这样可能会改变你的人生的轨迹也说不定啦。从心理学的角度，有一个概念叫做 delay gratification，就是延迟满足。1960年代的时候呢，美国斯坦福大学做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研究，它被称为棉花糖的实验呢。它就是找了一群4岁到6岁的小孩子，然后一个一个的进入房间，但桌上有一样东西，就是一颗棉花糖了。小孩子都很喜欢棉花糖的吧？所以那个研究员就跟小孩子说：“OK，你现在可以马上把这粒糖吃掉了，但是呢，如果你愿意等我回来15分钟不吃掉这粒糖，我等下会再给你2颗。”这样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是非常有趣，因为呢，有一些孩子一进到房间呢，他就把那个糖果吃掉了。完全就没有纠结。然后一些孩子想吃，但是他又忍住不要吃，就是盖着眼睛啊，唱歌啊，还是自言自语啊，就是想办法把自己的注意力转移，不要看那个糖。有一些孩子呢，硬撑到最后是没有把那粒糖吃掉啦。这个实验呢，最重要的结果是，他们连续20年追踪这一群小孩子之后是怎么样的发展。他们发现呢，能忍住不吃掉这些糖的孩子呢，能够忍住诱惑，不会急着马上享受。长大后在学业也好，工作上也好，财务、健康所有的表现都不错。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比较聪明，而是因为他们具备有这个能力，就是延迟满足。他会为了更大的长期利益，然后忍住短期的诱惑，可以坚持的等。为什么大多数人坚持不了？你可能会问，明明大家都知道坚持的重要性嘛，为什么就做不到呢？这个原因呢，可能并不是你的问题，而是我们生活被无形的那种控制器绑架了。现代人的注意力已经被商业化了你每滑一下手机，其实背后是有一个庞大的团队在设计，然后操纵，让你没有办法停下来。这些演算法会刺激你的多巴胺，所以就会让你上瘾，你会即时获得奖励的那一种心态吧。久而久之，你的脑呢就会麻木，然后习惯性的去追求这一些快感。这也是为什么很多人没有办法，很多要做 YouTube 的要创业的改变你的饮食，要健身呢，想要读一本书都好，2个星期没有看到成果很多人就已经放弃了，并不是没有这个能力，可是就是缺乏这一个坚持，这个养分哦。所以我们的大脑已经被训练成很没有耐性了。第二个原因可能是我们每天所接触的资讯已经是太多太多了，会造成焦虑。就是现在有一个现象叫做决策疲劳啊，每天有太多的选项，太多的比较，会让你觉得不够快，不够好。所以当你的大脑充满这些焦虑啊，这些担忧的时候，你很难去持有长期的目标，你很容易被distract 掉了，而且再加上我们的饮食那个糖分
所以在操控的其实并不是真正的你，而是你的荷尔蒙这个多巴胺。如果我们一直习惯性的去让自己有这种多巴胺的快感哦，我们的那一个基准线哦，就会慢慢的越来越提高，因为你会闷嘛，所以你闷的话，你就想要去寻找更刺激的、更刺激的，专注力呢就越来越短，越来越难哦。这是为什么很多那些美食诱惑啊、追电视剧啊、滑手机啊、短视频啊，或者是买东西、购物、游戏也好，很容易就上瘾，就是很容易就是陷入其中，就是这个多巴胺了。相反的，健康的饮食啊，坚持做一件事情，比如运动啊、打坐啊，就变成很难很难了。并不是说我们懒惰，而是我们的那一个多巴胺那个奖励系统哦，不小心就被这个商业绑架走了。OK，那么重点来了，坚持不能够只是单单靠我们的意志力了，我们的意志力是会消耗掉的，是我们会累啊，我们会想放弃，这些都是很正常的。是我们要怎样继续去坚持呢？其实是有方法的。第一，就是把目标变小咯，给大脑有一个很容易成功的感觉。其实如果失败的话，你很闲吧。所以呢，我们要设立我们的目标，拆小它，不要一次过要求自己太多。可能今天读这2面的书就好了，或者是花10分钟去整理一部分的资料就好。运动方面，坚持走1000步就 OK 了。这为什么呢？因为每一次你完成一项你自己设立的这个目标的时候，你的大脑就会有这个成就感，它也就会释放这个多巴胺。所以你有这个正向的回馈过后呢，你就会越来越有信心，越来越轻松。那么第二呢，就是减少掉导致你分心的这个源头，保护好你的注意力。人类的注意力哦，一旦被打乱，你又要 reset 你自己，你要花差不多23分钟才能够又再重新回到你这个专心的那个状态。我们要磨练你坚持的心，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要把干扰关掉先哦，包括关掉不必要的这些 notification 这些通知，工作时把你的手机放静音啊，不让它干扰。休息的时候就要把工作放一边，设定无社交媒体的时段，让你可以好好的休息。要给你自己限制说每天刷视频的一个时间，就之前我有讲过的这个 digital time off。这样你的注意力守护得好呢，你就越来越能够掌控你的这个专注能力，你就越来越能够稳定的去坚持你这个长期的目标。那么，设立了你这些小小目标，然后一样一样去完成它，然后关掉你这一些外在的干扰。第三呢，就是你要记录你自己每一天的 progress，就是你的进步。人呢是很容易低估自己的，你今天做了什么啊？一周做了什么啊？如果你没有记录哦，你是不会记得，然后你会觉得自己好像什么都没有做。可是如果你把当下你完成的这一些小小任务都写下来，可能只是简单的几个字今天我几月几号，我走了1000步。这么1个月下来呢，你就可以轻松的完成了3万步，不错的成就了。那么不怕慢，只怕你不动，你会让你的大脑重新去评估说，原来我也有慢慢的在进步。降低想要放弃的那一个几率，然后一点一点的增加你的坚持。不出30天，可能你就能够让你的大脑把这个坚持变成一种自动化的反应。总结来说，坚持这个成功的要素不一定是天生就有的条件，是可以后天去栽培、去培养出来的习惯或者系统。真正成功的人，并不是跑得最快的，而往往是那一个可以坚持慢慢走到最后，走到终点的。所以，当世界的人都被干扰、被焦虑还有即时感拖走的时候，你只要坚持做对每一件小小的事情，不要被这些噪音干扰掉，这样你已经算是在成功的道路上了。再加以时间，再加以这个能力，就可以很快有这个成果了。